有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，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。休闲旅游找途牛，下载途牛 APP， 手机预订更便宜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赛和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，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天天圈用户特权再升级，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天圈提问，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；使用微信摇歌曲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，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。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情感作家苏秦苏老师，欢迎苏老师。心理方面的专家于继静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。著名演员孔琳老师，欢迎孔老师。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下面的时间，先让我们来了解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一些情况。各位请看。一开始我们俩冲动之下犯了很多错误，后来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发现彼此性格都很极端，不是很合适。想好好在一起就应该好好沟通，不能像他似的说一出做一出。反正现在想想，我们就是不合适。现在你说不合适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让我伤到那么深，现在就能一走了之了？幸福的机会。我为你付出了太多，你怎么可以说散就散？女生到底为男生付出了哪些？男生为什么又说散就想散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江36岁，来自天津，是一名广告设计；女嘉宾小李29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两位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在这儿公开吗？愿意。愿意。谈恋爱多久了？差不多1年。为什么他不能说分就分？其实这1年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你给我们说说吧。我们俩从开始认识是他朋友介绍的，没认识多长时间，然后我就怀孕了。当时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没怎么对你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他当时跟我说这个孩子不能要，我当时特别生气，我开车走了，然后一个刹车不小心把孩子就掉了。我也很遗憾。当时是我闺蜜和我朋友把我送到医院的，你当时都没来看我一次。我当时非常非常忙，我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，我不能去看你，但是我也很遗憾。我住院那么多天的时间，你都不来看我一次吗？我们两个认识时间非常短，感情基础也很薄弱。你现在要这个孩子，对你和对孩子未来都是不负责任，太冲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为了今后的这个生活来着想的话，你不应该要这个孩子。不，你们俩谁冲动啊？他一意孤行，非得要这个孩子。他还说我不懂事儿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我也知道你确实想跟我在一起，我也认为我们两个性格还是比较合适啊。后来我就把你领到我父母家，但是等你到了我父母家之后，我发现你又非常非常任性，你根本就不理智啊。他做了什么？我说你去帮那个帮我母亲下个厨啊，切个菜啊。哪有女孩第一次上男生家里就做饭的呀？我不用你做什么东西，你只要我是上你们家去做客的。帮厨啊，到厨房那我当时不是帮了吗？有个礼貌一点就可以。你做那点连蜻蜓点水你都算不上。你每次都是这样斤斤计较的小事你就拿出来说。不是斤斤计较的，你考虑问题完全是一厢情愿。那你考虑问题全面吗？上次上连云港玩的时候，那一天正好是7夕节，我女朋友过生日，我想先参加她生日会吧。参加完之后，我想第一个情人节咱们应该一起过，对吧？我打电话约了你，你也同意了。但是后来你怎么做的？你当时是要跟朋友去玩，而你约我的时候，我也已经有约了，我那边有朋友、有生意伙伴都有，我等到你凌晨1点多你都没来。我承认我那天喝多了，是有点忽略你，但后来我们不是通电话了吗？电话是我打给你的。你当时说的是要分手，就因为这点事，就因为晚上我没去找你。我跟你分手是有原因的吧？我想到之前我流产，然后再想到我一个人等到你大半夜，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等到你1点多你都没来。这个情况就不适合要孩子，不适合成家。所以当时我跟你分手。他不是说分手了吗？是你说的分手，谁说的分手？我说的分手，我生气，我说我分手了。你说的分手，分的挺好的，赶紧吧。但是当时我是冲动啊，一生气我才说的。哦，想到之前的事我才说分手的。你又后悔又找他去了？我没找他，我就走了。那次分手以后，后来我们觉得我们两个性格还是合适的，后来我们又回来找他，我们两个又在一起。他去黑河找我啊，又在一起。当时跟我甜言蜜语跟我说了一大堆，我想那就在一起嘛。他跟我说前提条件是
那咱们就得从朋友做起。我说那从朋友做起也可以呀。但是后来你是怎么做的？又找不到你了。我跟你解释很多次了，那次我有事，每一次你都说失踪就失踪，说没了就没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又怀孕了，而且医生说可能是双胞胎。不，你们不是说从普通朋友做起，你怎么又怀孕了？他甜言蜜语又把我骗到跟前来了，我们俩又在一起了。你又怀孕了，这是意外，2次怀孕都是意外，并不是说我设计我要陷害你，知道吗？跟设计陷害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不想好了，你为什么能让我怀孕？为什么跟我在一起啊？然后孩子呢？孩子呢？我不同意要。他不同意要，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说了，因为前一次那个流产了，特别害怕，就跟我父亲说了。我父亲当时就要来找他，但是被我拦下。我想我们两个的事儿不能跟那个家里人说的太多了，老让人跟着上火嘛。然后我就坐火车到他们单位楼下，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，我给他打电话让他下来谈一谈孩子的问题吧。我在楼上开会，我所有的老板、所有的客户都在，我不能下来。哪家公司能半夜2点多开会？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，而且你在公司楼下，你非常安全，你没有危险。我在你公司楼下2点多，半夜2点多，你还说安全？后来你走了，我不又把你叫回来了吗？叫回来就是要跟你说孩子的事情。你是怎么把我叫回来的？你让你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喝醉酒了，从5楼摔了下来，受伤了，住院了。那哪是5楼啊？就5个台阶吗？我不管用了什么样的方法，可能我的方法不可取，但是我是要叫你回来把这孩子这个事儿说清楚。你不能要这个孩子，而且我们两个现在这个情况不适合要这个孩子。怎么不适合了？之前一次你没准备好，你说不能要。就是如果他当时没有身孕的话，你是不会叫他回来的，是吧？没有身孕的时候，他就是为了把我骗回来，然后把这研究孩子的问题啊。跟叫不叫回来没关系，我就要跟他说孩子这个问题。如果你不要这个孩子，我们可以在一起；如果你执意要生这个孩子，那我们不能在一起，肯定不能在一起。后来我没办法了，我只能去找你家里人，找你姐了，跟你姐说的。这就是说我为什么说你一直没有准备好，你处理这件事情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意识都不对。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还没解决好呢，你就去找家里人，他们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我们的事儿为什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？我们两个连孩子都有，为什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？我们的事我都已经跟我父母说了，为什么不能跟你父母说？之后呢？之后呢？那孩子呢？之后，因为我太喜欢他了，在乎他嘛，所以他给我打电话说，如果你要想要这个孩子，那咱们就那个老死不相往来。如果要不然你就把孩子打掉了，咱们还重新可以在一起。就没了。我不希望他是这样说的，但是我当时我特别想跟他在一起，为了他我就把这孩子做下去了。两个人相处没有问题，但是他现在这种情况不适合成家要孩子。怎么又不成家要孩子了？我为你做那么多，你还说我有问题吗？后来那个孩子呢？孩子做掉了，没了。对呀，我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，把孩子才做掉的嘛。啊，做掉之后，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啊？还要分手呗？我觉得我们如果在一起相处的话没有问题，但是他要执意的说有意外了，说这孩子一定要要的话，我觉得还不是。你是推测责任。现在不是没孩子了吗？现在没有孩子。我们如果在一起相处的话可以，但是如果说到结婚，说到要孩子，他现在这个心理状态、身体状态都不合适。你想想，打个比方，如果再出现意外的话，比如说怀了孩子，这个时候为什么又会出现意外啊？那这个你没受过教育啊？这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并不是我设计好要陷害他，知道吗？不是说你设计好要陷害啊。那推脱责任是他现在要分手，没有责任是吧？心，对，那就分呗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分不分手在其次，但是我们不能比如说碰见情况了，碰见意外了，然后我们就仓促的就结婚了，这样对他对孩子都不是个负责任的方。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吧？告诉我。我觉得呢，处理这种问题，他的这个心理状态，还不适合。这个问题不都处理完了吗？他需要成长，是处理完了，但是他并不满意啊。我就是因为挺喜欢他，挺在乎他，为他做这么多事儿了嘛，还是想继续在一起。你现在是要跟他分手吗？我不是要跟他分手，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结婚的话，这肯定是不行。不，我问你要不要跟他分手啊？要不要分手以后再说。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恋人。恋人。那下面准备变成什么关系？是继续恋人呢，还是夫妻呢，还是分手呢？你给人一说法呀。因为他呢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，比如说像第一次孩子出现意外了，非常冲动。他当时执意要这个孩子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感情基础，感情基础非常薄弱，时间不长，意外就有孩子了。有孩子，在这个时候，冲动不是有前提条件的吗？行，对吧？我再问，那第二个孩子呢？
这不还有第二个吗？第2次她又怀孕了呢。我已经说了是个意外了，你这么问我，好像我故意要设计陷害她一样。我没有这么问你啊，我没说你故意设计陷害她呀。你刚才说第1个孩子是因为是情感薄弱嘛，那想问的正常逻辑就是有了第2个孩子你是怎么考虑的嘛？有了第2个孩子，我认为他当时的这个心理状态也不适合结婚成家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孩子不能要。那现在你们俩是什么状态呢？情侣状态，对吧？情侣状态。那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，请专家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。你也不知道怎么做。我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为他做这么多了，然后他还总挑我刺儿，说我毛病多，每一次都把我骗回来、哄回来了，说跟我在一起，然后还不想负责任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来吧，老师们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要是我妹妹的话，我把你关起来也不让你跟他继续交往了。你说说人家不主动、不拒绝、不负责，2孩子都没了，他说我觉得你的现在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都不适合结婚，不适合要孩子。其实这是话的意思，就人家没打算对你负责任，咱还上赶着干什么呢？还有第3次。第3次我相信跟前2次是会一模一样的。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人是要有底线的，你现在就一点底线都没有，就不论他对你做什么，我都能忍，只要你能让我在你身边跟着就行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巴结着他？有时候会觉得，但是喜欢一个人就愿意为他做一切。当你愿意为他做一切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再在意你了。我觉得他有点瞧不上你。我觉得不是，尤其从第1个孩子的时候啊，我认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2个人时间不长就有第1个孩子了，我们俩感情基础非常薄弱，相互呢还需要了解。因为他年纪也小，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要这孩子了，万一我们在婚姻中出现裂痕，我们并不是一个做好非常准备的婚姻，这样对他来讲非常不负责任。你们俩从恋爱到现在1年了。现在准备好了没？还没有准备好。我认为通过几件事来讲，他考虑问题主要是从他自己的感受来考虑，他不会为未来。我就问您一句话吧，就现在你们俩相处1年了，你打算跟他结婚吗？目前不想。既然不想跟他结婚，我并没有说最终一定要不跟他结婚。那您再拖个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谁等您呢？我觉得您这就有点没有任何人说1年了我们就分手了，在座的说我们一定要拖个10年、20年吗？这不是我标准答案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。我特别尊敬那些能把话说明白的人，我就不喜欢你，我不想跟你结婚，绝情就伤一次，然后以后人家这姑娘彻底心伤透了之后，我就恨你骂你，我就遇上一坏男人，掉头就走，我再找下一个好男人去。但是您呢？伤一点再拽回来，哎，我这2天觉得挺寂寞挺孤单的，说哎呦宝贝儿你再回来吧，然后过2天觉得哎自己好像没那么孤单了，说哎我没想跟你结婚啊，孩子赶紧做了。您老这么反复，在你享受这些福利的时候，其实这女孩的青春全被你耽误了。所以我请您站在尊重女人的角度上，因为你刚才说了这2次意外都是她不小心。女人为什么会有意外？这是2个人的问题，我没有赖在她身上吧？好，2个人的意外，好，确实这女孩太不爱惜自己了。我觉得她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找到了一个既不爱惜她的男人，同时她在这个男人面前也丝毫不爱惜她自己。所以我倒觉得，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能够给这个女孩以未来的话，就话说清楚，别彼此耽误。喜欢就为一个人负责，不喜欢就干干净净的断清楚。女孩你也有点骨气，女人也应该爱自己一点。有种心痛的感觉。女孩说了我喜欢他，但是从现场也好，从资料当中也好，我们确实没有感受到这个男方爱女孩。江先生今年也是36岁了，是吧？我相信你应该对未来也有个规划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样，那也是你的亲骨肉，不管是冲动还是意外，至少那2个孩子他已经没有了。我希望在你这个年龄，对于在恋爱当中的这种失去，应该多一点的惋惜，进而思考如何来决定或者判断当下的情感到底是什么。如果2个到3个生命都没了，还不能拿出决定判断这个女人适不适合你，
我觉得这是一个失败。另外一个女士听好了，在你身上同样也背负2个孩子的失去。这个年龄难道你们不知道保护措施吗？如果2个孩子都失去了，你觉得这段爱情的考量你还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吗？不要认为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心里的伤会在未来有一个时刻会慢慢体现。等你有一天在到一定年龄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后悔。谢谢于老师。侯老师，其实我要是那个女孩，很简单，上去给她2个耳光，踹一脚，完了说滚。其实我也不想多说，我不想与他说话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客观、很真实。他第一句话说：“你不适合结婚，你的状态不适合结婚。”很正确啊，你当然不适合结婚了。他说第二句话：“冲动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”他说的非常正确，虽然说的那么无耻。所以我不跟他说话，我跟你说话。我问你，每次孩子没了，从医院的病床上爬下来的时候，痛吗？痛。痛，是吗？大点声，痛不痛？痛。那么没了孩子，第2次再跟他发生冲动的时候，你想起过那种痛吗？想起过吗？你想过没想过？忘记了吧？我再问你，当他不待见你、不重视你、用言语羞辱你的时候，你痛吗？当只有闺蜜陪着你，在你流产之后照顾你，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痛吗？痛。那为什么还跟他在一起？我听过各种各样的海誓山盟，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海誓山盟。原话是这样的：你把孩子拿掉，我就跟你在一起。孩子是你身上的肉，换而言之就是你要挨一刀。这句话再浅白一点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要跟我在一起，你剁自己一刀。于是你傻的又自己剁了自己一刀，还剁了2刀。你没心吗？你没有耻辱感吗？人要贱到什么地步，要别人这样来羞辱自己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呢？值得吗？而人家打你一巴掌，还要你自己剁自己一刀，然后再跟你在一起，你还屁颠屁颠的跟着他，你有自尊吗？回答我，你有自尊吗？有。那你的自尊在哪里？是在维护自己的孩子，维护自己的幸福，维护自己的尊严。你的尊严在哪里？我不是为了批判你，我是要叫醒你。你的自尊在哪里？我从头到尾，从你跟叙述你跟他所有的事情，你没有一丝一毫的自尊。别人打你也好，骂你也好，羞辱你也好，羞辱你就羞辱你了，把你骗回来就骗回来了，让你把孩子做掉你就把孩子做掉。你有自尊吗？别人不心疼自己，自己能不能自己稍微把自己当点人看？好吧，就这样。当胡老师说他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心理感受？说得很对，但是你们都是从他受伤害的这个角度来说的。但是呢，我认为2个人在一起的话，最关键的、最幸福的是长久的婚姻。在这个长久的婚姻里呢，没有人能把它作为一个工业产业化的东西，说一定要受伤害了就一定要在一起，怎么样？磨合呢，肯定是磨合，但我真的不是特意要伤害他。好，是分手还是在一起？我们现在就是不能在一起，不能结婚，不能要孩子。但是呢，我们2个，我觉得我们俩的性格呢，还是有往前发展的可能。明白了。就是姑娘，你记住啊，我是觉得这样，就是如果你把一生的幸福认定是一种折磨和被折磨的话，我觉得你真的找到幸福了。没关系，就在一起嘛。当然，在生活里面，我挺瞧不起这种被伤害了，难道我们没有自尊吗？即使再受伤，我们还是有自尊的。捡起自尊，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日子，跟伤害我们的人说再见，没有那么难。面对可以伤害，可以犯错，但是错了就是错了，要道歉，要直面这个问题，而不是躲避。你现在在心里到底是喜欢他、爱他、离不开他，还是对他若有若无？其实人家姑娘不就想要你一句明白话，怎么就不给呢？你说我不爱你，我不喜欢你，你走吧，你离开吧。这姑娘可能就走。如果你要不喜欢我，你直接跟我说嘛，不用一次一次再伤害我呀。
对你以前受到的伤害呢，我表示抱歉，而且我确实不是真心要伤害你。如果我做的哪儿不对呢，以后我会改。至于我说的以后我们要慢慢相处啊，慢慢成长，我会认真对待。所以自己考虑啊，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要不要再相信他？因为你们相处了1年，你跟他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那是你自己要做判断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们在一起大概1年多了，我对你其实也挺喜欢、挺在乎的，对你做那么多，还是想跟你在一起的。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性格还是比较投缘的，但是我认为面对婚姻的话，面对孩子的话应该更理性，虽然有的时候比较残酷。哎呀，请亮灯。我们这儿还有一次这个求助的机会哈，两位谁用？女生？我全部求助了。我选。啊？我选求助。你选求助啊？看一下。好 ，A 求助现场观众 ，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，C 求助爱情导师。你的选项是？我选 C。涂老师求助你。你求我？还是我求求你吧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像一个男人一样的离开。我不去质疑说你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过，我也不再去赘述你曾经所做过的那些我看不起的那些所谓的事情。你有你的价值观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做人可以犯错，不要错以致死。如果你今天能够抬脚离开，我保留对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重，就这样。来，两位请交换一下箱子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这件事儿之所以让大家生气，其实是气在了什么地方？大家想过吗？我就这样了，你们说我什么都行，我就这样了。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看得比较难受的，而女生好像并没有在涂老师关切的问答之中醒过来，希望她能醒吧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有人能直面自己的内心，这就是个好事儿。祝两位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